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这一次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中银香港汇款收费的一些相关事情。我们打开中银香港的网页，在这儿有简体和繁体的切换成简体就可以了。一般点击跨境金融付款，这儿有一个服务收费，就可以进入到服务收费的这个页面。我把服务收费这个按钮里面的汇出汇款和汇入汇款以及其他服务本地银行转账先稍微解释一下，同时我也把这些指南下载下来了，指南里面说的更清楚一些。最开始我们就从汇出汇款来看吧。汇出汇款指的是从中银香港往其他的银行汇的一些情况。最便宜的就是中银快汇了。中银快汇这个通道从香港往内地汇以及内地往香港汇都是免费的，但是前提是自己必须有中国银行的内地和香港的账户，当然是通过电子渠道办理，也就是我们的手机银行。如果除去中国银行内部的转账通道，就是 SWIFT 电汇了。SWIFT 是最复杂的一个系统，中间会牵涉到多种收费。我的理解是，总共分成4个部分的收费：汇款出去汇款方的收费，SWIFT 的通道的费用，就是所谓的电保费。如果中间涉及到中转行，有中转行的费用，还有接收方的费用。比如说从中国内地的工商银行汇款，然后转到中国银行，如果使用的是美元，有可能会利用花旗或者是汇丰等银行作为中转，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中转行的费用。这么一来，也就意味着电保费的汇款是居高不下的。这个汇款收费中间单项列出了电报费、SWIFT 的通道的费用，还有代理行的费用，就是中转行的费用。向收款银行确认了汇款，也就是款项收到了之后，中国银行这边来确认，还需要一笔费用。但是在这个汇款中间，其他的额外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更改、取消、汇退的手续费，查询汇款情况，建立或更改汇款的一些指示，也就是上面汇款的复原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要收费的。这是汇出汇款的情况。汇入汇款就相当于说中银香港是汇款的接收方。如果是直接存款的话，如果是500港币之上，也有手续费。汇入的时候，如果是电汇，那中银香港作为它的接收方，也需要有手续费。SWIFT 的通道的查询又有收费，这是汇款的收费。汇款的其他服务，也就是它的附带的一些服务，比如说通知啊、传真等等，有一些收费。本地银行的转账，在香港分成了2大部分的转账。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转数快 FPS 转账。FPS 转账只要是港币或者是人民币的话，只要是香港系统内部的所有银行互相之间转账都是免费的，接收方也是免费的，这是转数快 FPS。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特快转账，特快转账的费用，如果是通过网上银行个人客户是豁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银香港的转数快和特快转账，还有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中银快汇这3部分转账，在它具体的参考指南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参考指南里面仍然提示中银快汇是最好的选择。中银快汇不收费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中银香港与中国银行通过集团内进行资金的调拨，中间免了许多中间项的手续费，所以它的收款时间也会大大缩短。除了中银快汇之后，就是转数快以及特快转账。我们大家看一下，转数快它实际上能够去汇港元和人民币的，特快转账它可以汇港元、美元、欧罗以及人民币。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从银行里面入金到证券账户，或者是说银行之间的快速转账，利用特快转账是可以免手续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收款方的手续费是否减免的问题，需要注意一下。电汇就按刚才所说的最复杂的那种状态来处理。中银快汇它通过个人网上银行实际上是支持人民币的汇款的，但是内地的中国银行是不支持人民币汇款到香港的。待会儿会跟大家说明这个情况。这是整个汇款的相关信息。如果中银香港作为收款方的话，收款方这边除了电汇、美元汇款、人民币汇往内地、英镑、加元等等汇款，银行的代码都不太一样，需要认真的注意一下。收款方在不同的国家的话，还有一些差别。汇款的目的和用途一定要填写正确啊，因为世界各地都在打击洗钱以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等等，不光是中国内地的问题，包括香港和全球其他国家都会面临这种事情。人民币的汇款，刚才我们会看到中银快汇是可以汇人民币的，但是只接受香港居民申请的人民币汇款到内地同名人民币户口，但是非香港居民的话就有其他的要求了。这是汇款的一些要求。这个指南表示了汇款指令的一些事情，包括人民币还有其他的一些汇款，主要是中间的 CCY 和 Swift Bank 的那些代码，用于电汇的一些汇款。不同的货币有不同的区别，需要注意一下。后来我又查到了中银香港汇款条款，汇款条款有几项是通用的，需要注意的，汇款人做出汇款的账户中需要有足够的资金，而且汇款的资料需要清晰完整，并且汇款本身要合法。当然，如果是违反了这些规定，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这是中银香港这一边汇出汇款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国银行内地
到中国银行香港的转账的事情。这是2024年的优惠信息，它是从2023年底发出来了。个人外币跨境汇款向境外的中行汇款，这个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和其他的地方，手续费与电信费全免。也就是你所在的国家有中国银行的话，手续费是可以全免的，手续费和电信费是可以全免的，不只是中银香港。如果是个人外币跨境汇款到其他的银行汇款，那么手续费是9折了。这是中国银行内地的优惠，但是它只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我于是在今天，也就是2025年1月17号，查了我中国银行内地的手机银行汇款标准，仍然是解释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时，汇款的手续费以及电讯费全免。如果向境外他行汇款时9折。内地的中国银行向境外的中国银行汇款的话，手续费是全免的。外汇汇款的时候需要遵循这些条件。如果是涉及到中转行，中转行仍然有收费。这一部分条件是为了电汇来说明的。我自己看了一个外币跨境汇款，做了一个截图。如果是个人的内地的中国银行向中银香港去汇款的话，汇款币种的选择可以选美元、欧元、英镑、港币、澳大利亚等等现汇。那这一部分它是不包括人民币的。我们之前好像是在这个文档中间查到，中银快汇人民币透过网上银行是可以转账的，但是这只限于香港居民。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居民的话，是不适用于人民币的中银快汇的。这是币种的情况。那根据上面所有的信息，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假设是说我们只汇港币、美元等等，从内地到香港或者是从香港到内地的话，建议使用中银快汇，这样会特别方便。如果是我们做香港本地的转账的话，建议用 FPS 转账港币或人民币。一般来说，双方都不会收手续费。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用特快转账去做的话，我们需要看一下双方银行的收款和汇款的一些约定。有可能通过中银香港往其他的香港银行汇款，中银香港这边是免费的，但是其他银行是收费的。这是特快和转账。有的银行是只支持港元和美元的，比如说中银香港，它是支持人民币、港元、美元和欧元的。但是有的接收的银行，它是只支持港元和美元的，并且会收费，需要做一下说明。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中银香港汇款和收款的情况。